我哥买房办乔迁宴，全家喜气洋洋。奶奶为了省2毛钱塑料袋钱，拿废品站捡来的百草枯空瓶去打了10斤散装豆油。上一世，我闻出有理刺鼻的农药味，死死护住饭桌不让他们吃。奶奶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，当场踹没了我2个月的身孕。丧门星，你哥买房你一分不出，现在还要砸场子是吧？我哥嫌我晦气，掐着我的脖子，硬生生把半瓶带毒的底油灌进我嘴里。我的食道被烧穿，在重症监护室里吐血吐了3天3夜才死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奶奶刚把毒油拎进厨房的那一刻。这一世，我亲自掌勺，把每道菜都过了2遍油。死丫头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把油接过去？这可是我排了半小时队才打来的好油。尖锐的叫骂声刺破耳膜，我猛地睁开眼，入眼是奶奶那张布满褶皱、刻薄至极的脸。她手里正死死抓着一个脏兮兮的塑料瓶，瓶身还残留着撕了一半的农药标签。那股熟悉的、刺鼻的劣质豆油混合着百草枯的怪味，直冲我的天灵盖。我重生了，回到了我哥李耀祖新房乔迁宴的这一天。上一世，就是这瓶从废品站捡来的百草枯空瓶装的毒油，要了我和我肚子里孩子的命。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前世食道被强酸烧穿的剧痛仿佛还残留在身体里。聋了是不是？让你接过去，你发什么呆？奶奶见我不动，直接把那个油腻腻的瓶子对到了我胸口。油瓶表面还没洗干净，蹭了我一身黑灰。我死死掐住掌心，用疼痛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奶奶，这油闻着怎么有股怪味啊？我故作疑惑地吸了吸鼻子。奶奶眼神猛地一虚，随即拔高了嗓门掩饰心虚。放你娘的屁！这是正宗的乡下土榨豆油，你个没见识的赔钱货懂什么？我看你就是不想给你哥做饭，变着法子找借口。客厅里传来了我哥李耀祖不耐烦的吼声：李招娣，你皮痒了是吧？赶紧做饭！娇娇饿得肚子都叫了。坏了我儿子，你赔得起吗？嫂子王娇娇躺在崭新的真皮沙发上，一边嗑瓜子一边摸着平坦的肚子。哎呀，耀祖，你别凶妹妹吗？妹妹在城里大公司上班，吃惯了山珍海味，看不上咱们乡下的土榨油也是正常的。她语气娇滴滴的，字字句句却都在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我看着他们3个人丑恶的嘴脸，心里冷笑连连。好，很好，既然你们这么急着投胎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哥，嫂子，你们误会了。我换上一副乖顺的表情，伸手接过那瓶毒油。我这就去做饭，今天哥乔迁之喜，我肯定拿出看家本领，让你们吃个够。奶奶这才满意的冷哼一声，算你识相，多放点肉，少放点油，这油贵着呢。我拎着毒油走进厨房，反手关上了门。拧开瓶盖的那一瞬间，浓烈的百草枯味道几乎要将我熏晕过去。我强忍着恶心，把排骨、带鱼和茄子全部洗净切好。起锅，烧火。我没有听奶奶的嘱咐，而是直接倒了半锅毒油进去。油温升高，百草枯的毒性在高温下彻底挥发，融入每一滴油脂里。我把排骨倒进去，炸至金黄捞出。为了确保毒性足够大，我又把油温升高，进行了复炸。带鱼、茄子，每一道菜我都严格按照过2遍油的标准来做。厨房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焦香味，葱姜蒜的味道勉强压住了农药的刺鼻感。奶奶在外面闻到香味，心疼的直拍大腿。作孽啊！李招娣，你倒了多少油？你个败家玩意儿！她冲进厨房，看着锅里还剩下的一点底油，气得扬起手就要打我。我往后一躲，端起刚出锅的红烧肉。奶奶，这可是为了嫂子肚子里的金孙补充营养，油炸的才香，嫂子吃了才能生大胖小子啊！奶奶的手硬生生停在了半空中，在她眼里，王娇娇肚子里的那块肉就是免死金牌。哼，算你会说话，赶紧端出去，饿死老娘了！我把一盘盘色泽红亮、浸满毒油的菜端上桌。李耀祖早就迫不及待地坐到了主位上，拿起筷子敲着碗。妈的，磨叽半天！李招娣，去冰箱给我拿瓶冰啤酒。我顺从地转身去拿啤酒。王娇娇迫不及待地夹了一块红烧肉塞进嘴里，烫得直呼气。哇，妹妹这手艺真绝了，这肉炸得外酥里嫩，太香了。奶奶也夹了一大块带鱼，连刺都嚼碎了咽下去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用什么好油炸的，这可是我排队抢来的。我把啤酒放在李耀祖手边，默默退后了2步，冷眼看着他们大快朵颐。吃吧，多吃点，这可是你们最后的晚餐了，赶紧吃啊！你站着当柱子呢？李耀祖瞪着我，满嘴流油。我不饿，你们先吃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双手背在身后。李耀祖脸上的横肉猛地一抖，直接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吓了王娇娇一跳。李招娣，你什么意思？老子今天乔迁新居，你甩个死人脸给谁看？他指着我的鼻子，唾沫星子横飞。买房的时候让你拿10万块钱，你推3阻4，现在老子请你吃饭，你还拿捏上了是吧？奶奶一听这话，立刻放下手里的带鱼骨头，三角眼恶狠狠地弯向我。就是，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？白眼狼一个！你哥买房那是光宗耀祖的大事，你一个女孩家家的，早晚要嫁人，留着钱干什么？倒贴给外人吗？王娇娇在一旁喝了口排骨汤，慢条斯理地拿纸巾擦了擦嘴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妹妹也是大城市的白领了，估计是嫌弃咱们这新房装修的不够豪华，配不上她的身份呢。她这话纯粹是火上浇油。李耀祖是个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大的人，最听不得别人说他不行。他猛地站起身，一把拽住我的胳膊，硬生生把我拖到了饭桌前。今天这顿饭你吃也得吃，不吃也得吃。他的手劲极大，掐得我胳膊生疼。
上一世他也是这样掐着我的脖子，把毒油灌进我嘴里，那种喉咙被生生烧穿的绝望感再次涌上心头。我浑身不受控制的发抖，胃里一阵痉挛。哥，我真的吃不下，我这2天肠胃炎犯了，医生说不能吃油腻的。我咬着牙解释。放屁，你少拿医生来压我。李耀祖根本不听，他夹起一块滴着毒油的红烧肉，直接对到我嘴边。张嘴，老子让你吃。红烧肉上那股被掩盖的百草枯味道直冲鼻腔，我死死咬紧牙关，拼命往后躲。不吃是吧？行。李耀祖冷笑一声，转头看向奶奶。妈，去把大门反锁了。今天他要是不把这碗饭吃完，以后就别想认我这个哥。奶奶立刻站起身，掂着小碎步去把防盗门反锁，还拔下了钥匙。丧门星，今天由不得你。我被逼到了墙角，退无可退。王娇娇在一旁看戏，笑得花枝乱颤。哎呦妹妹，你就吃一口吗？别惹耀祖生气了。这可是奶奶特意买的土榨油，大补的呢。我看着眼前这3张扭曲的脸，知道今天如果不做做样子，绝对过不了这一关。好，我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装作妥协的样子。我接过李耀祖手里的筷子，夹起那块红烧肉。在他们3人的注视下，我把肉放进了嘴里。浓烈的油脂味混合着隐隐的农药苦涩味在口腔里炸开。我强忍着剧烈的反胃冲动，胡乱嚼了2下，没有咽下去。这就对了嘛，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的。李耀祖满意地坐回椅子上。我趁他们转头去夹菜的瞬间，猛地捂住嘴。我装作忍不住反胃的样子，转身冲向厨房的垃圾桶。呸！我把嘴里的肉连同口水全部吐进了垃圾桶最深处，然后迅速打开水龙头，接了满满一捧冷水，疯狂地漱口。1遍、2遍、3遍，直到口腔里再也没有那种怪异的味道，我才敢大口喘气。百草枯只要不咽下去，口腔黏膜的吸收量不足以致命，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把舌头都搓红了。等我擦干嘴角的冷水走出厨房时，他们3个已经把桌上的菜扫到了一大半。奶奶连盘子底的毒油都拿馒头蘸着吃得干干净净。你看你那穷酸样，吃块好肉都能吐了，真是山猪吃不了细糠。李耀祖剔着牙，满脸嫌弃地看着我。我低着头没有说话。吃吧，尽情地嘲笑我吧。你们现在笑得有多开心，等会儿死的就有多难看。吃也吃完了，该谈谈正事了吧。你那张卡里攒了多少钱了？赶紧转给你哥付尾款。奶奶放下筷子，盯着我。我没钱，我的钱都用来交房租和看病了。我冷冷地看着奶奶，语气没有一丝起伏。空气瞬间凝固。上一秒还在剔牙的李耀祖动作猛地顿住，奶奶那张老脸瞬间拉得老长，3角眼死死盯着我。你放屁！你在大公司上班，1个月8000块钱，怎么可能没钱？奶奶猛地一拍大腿，开始她惯用的撒泼打滚。哎呦喂，老天爷啊，我不活了！养出这么个白眼狼啊！亲哥买房差10万块钱过户，他手里攥着钱不给，这是要逼死我们老李家啊！王娇娇也放下了手里的瓜子，脸色沉了下来。妹妹，你这就不懂事了。这房子写的是耀祖的名字，以后也就是咱们老李家的根。你一个女孩子，早晚要嫁出去的。现在帮衬你哥一把，以后你在婆家受了委屈，你哥还能替你出头不是？他这番话极其绿茶，明面上是为我好，暗地里就是要把我的钱榨干。我冷笑一声，嫂子，既然是老李家的根，那这10万块钱怎么不让你娘家出？你娘家不是刚拿了30万的拆迁款吗？王娇娇脸色一变，猛地站了起来。李招娣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一个孕妇嫁进你们家，还怀着你们家的孙子，你居然惦记我娘家的钱？砰！李耀祖一脚踹翻了面前的椅子，像一头暴怒的野猪一样冲向我。你敢顶撞你嫂子？老子今天打死你个贱人！他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扬起手，狠狠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。啪！巨大的力道直接把我扇飞出去，重重地撞在客厅的茶几上。茶几角磕在我的腰上，一阵钻心的剧痛。我只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，嘴角尝到了铁锈般的血腥味。这就是我的亲哥哥，为了10万块钱，可以毫不犹豫地对我痛下杀手。上一世，我为了这个家当牛做马，每个月的工资上交大半。他们拿着我的血汗钱付了首付，现在还要榨干我最后一滴血来付尾款。打！给我狠狠地打！打死这个不孝的畜生！奶奶在一旁跳着脚助威。李耀祖冲过来，一把扯住我的头发，将我从地上拽了起来。钱在哪？手机密码多少？赶紧给我转账！他双眼通红，像个失去理智的疯子。我咬紧牙关，死死护住口袋里的手机，一声不吭。现在还不能反抗，百草枯的毒性发作需要时间。如果我现在彻底激怒他，以他的超雄体质，我可能会被当场打死。我必须忍，忍到毒药在他体内彻底爆发的那一刻。不说是吧？我看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？李耀祖见我不说话，更加暴躁。他拽着我的头发，一路将我拖向走廊尽头的杂物间。头皮传来撕裂般的疼痛，我只能用双手死死护住头部。耀祖，别在这打，弄脏了新买的瓷砖。王娇娇在后面喊道。李耀祖一脚踹开杂物间的门，将我像扔垃圾一样扔了进去，里面堆满了装修剩下的废料和刺鼻的甲醛味。我摔在水泥地上，浑身骨头都要散架了。今天不把钱交出来，你就别想活着出去。李耀祖站在门口，居高临下地指着我，老子有的是时间跟你耗，你一天不给钱，就一天别想吃饭喝水。他猛地摔上门，咔嗒一声，外面传来了啰嗦的声音，杂物间里瞬间陷入一片黑暗。我蜷缩在冰冷的地上，
擦了擦嘴角的血迹。黑暗中，我的嘴角却慢慢勾起了一抹疯狂的弧度。打吧，骂吧，这是你们最后的嚣张时刻了。耀祖，你别把他打坏了，明天他可还得去上班赚钱呢，把门锁死，他2顿就老实了。门外传来奶奶恶毒的声音，随你们的便。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听着门外的锁头落锁的声音。杂物间里没有窗户，只有门缝底透进来的一丝微弱光线。我摸黑找了块还算平整的纸板垫在身下，静静地闭上眼睛。百草枯的潜伏期因人而异，如果摄入量大，几个小时内就会出现消化道症状，如果摄入量小，可能需要几天才会显现出肺部纤维化的致命后果。今晚那几盘菜，我可是把半瓶毒油都用光了，加上他们吃得那么干净，连盘子底都舔了。我敢打赌，最多熬不过今晚半夜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客厅里的电视声渐渐小了，随后是主卧关门的声音，整个房子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。嗨嗨，妈的，怎么这么渴？门外传来李耀祖粗重的喘息声，伴随着拖鞋他拉在瓷砖上的声音，紧接着是饮水机接水的声音，咕咚咕咚灌水的声音极大。耀祖，你大半夜不睡觉折腾什么？王娇娇的声音从主卧传来，带着一丝烦躁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嗓子干得冒烟，像有火在烧一样。李耀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，我也是，胃里翻江倒海的，有点恶心。王娇娇哼唧了一声，我坐在黑暗中，嘴角冷冷的勾起。开始了，消化道黏膜已经被强酸腐蚀，这是第一步。没过多久，次卧的门也猛地被推开。哎呦喂，我的肚子啊！奶奶捂着肚子，急匆匆地冲向卫生间，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剧烈的呕吐和腹泻声，伴随着奶奶痛苦的呻吟。妈，你搞什么鬼？大半夜拉肚子！李耀祖在客厅里烦躁地喊道。不知道啊，是不是今晚的海鲜不新鲜啊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奶奶在厕所里虚弱的回应。放屁！海鲜是我亲自去菜市场挑的活的。李耀祖骂骂咧咧。突然，他的脚步声猛地停顿，随后重重地踩向杂物间的方向。李招娣，是不是你个小贱人搞的鬼？砰砰砰！杂物间的门被砸得震天响。你是不是在菜里下药了？你故意想害我们拉肚子是不是？李耀祖脾气暴躁，根本没有往深处想，只以为是我为了报复他们，逼迫出钱，故意在饭菜里动了手脚。咔嗒，锁被粗暴地打开。李耀祖一脚踹开门，客厅的灯光刺得我睁不开眼。他冲进来，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将我整个人提了起来，说：“你个毒妇，是不是在饭里吐口水了？还是放泻药了？”他双眼通红，满嘴都是酸臭的酒气和一股难以名状的化学怪味。我冷冷地看着他因为剧痛和愤怒而扭曲的脸。哥，饭是你们逼我做的，菜是奶奶亲自买的哟。我一直被你们关在这里，我怎么下毒？你还敢狡辩？李耀祖扬起手就要打我，但就在他手臂举到半空的那一瞬间，他的动作突然僵住了。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五官痛苦地挤在一起，喉咙里发出一阵奇怪的咕噜咕噜声。你个贱人，敢在菜里下毒！李耀祖突然剧烈咳嗽，猛地呕出一大口带着血丝的酸水，他双眼猩红，一把死死掐住我的脖子吼道：“哥，你疯了！我一直被你们关在这里，我怎么下毒？”我艰难地掰着他的手指，装出极度惊恐的样子。李耀祖掐着我脖子的手原本力大如牛，此刻却像漏了气的皮球，力气正在迅速流失。那口带着血丝的酸水吐出来后，他整个人仿佛被抽干了精气。扑通一声，他双腿一软，瘫倒在杂物间的门口，双手死死捂住自己的喉咙。啊，疼，像吞了刀片一样。他在地上痛苦地翻滚，像一条濒死的泥鳅。厕所的门开了，奶奶提着裤子，扶着墙颤巍巍地爬出来。她原本就满是褶皱的脸，此刻惨白如纸，嘴唇毫无血色。当她看到倒在地上吐血的李耀祖时，吓得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。耀祖啊，我的心肝宝贝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她连滚带爬地扑过去，抱住李耀祖的头，嚎啕大哭。主卧的门也开了，王娇娇捂着肚子，脸色蜡黄地靠在门框上。耀祖，你别吓我啊，我肚子也好痛。她尖叫着，眼泪鼻涕流了一脸。我靠在墙上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，冷眼看着这鸡飞狗跳的一幕。现在打120？不可能！百草枯的黄金洗胃时间是6个小时以内，现在才过去不到3个小时，如果去了大医院，说不定还能抢救回来。我必须拖延时间。奶奶、嫂子，你们别慌！我猛地扑过去，装作焦急万分的样子。哥，这肯定是最近为了买房太操劳，加上今晚喝了酒，又吃了那么多油腻的红烧肉，急性胃出血了。我故意把买房和喝酒咬得很重。奶奶一听，立刻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对，肯定是喝酒喝的。这个死孩子，让他少喝点就是不听。那怎么办啊？赶紧打120去市医院啊！王娇娇哭喊着。去什么市医院？奶奶一听要去大医院，立刻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。市医院那是吸血鬼开的，进去没个大几千出不来。耀祖买房已经把家底掏空了，哪有钱去市医院？他死死捂着口袋，仿佛里面装的是他的命。我心里冷笑一声，果然在抠门老太婆眼里，钱比亲孙子的命还重要。这正合我意。那怎么行？哥都吐血了，必须得看医生啊！我故作担忧地劝道。去巷子口老王那个诊所，老王是几十年的老中医了，看个胃病还不是手到擒来。奶奶一锤定音。可是哥这样子走不动啊，你瞎了吗？还不赶紧把你哥背下去！
奶奶一巴掌重重地拍在我的背上，眼神恶毒。你个丧门星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做的饭太难吃，你哥能吐吗？赶紧把你哥背下去。我低着头，掩盖住嘴角那抹得逞的冷笑。好，我背。我费力地将180斤的李耀祖拽起来，让他趴在我的背上。下楼的时候，我故意脚下一滑，李耀祖的膝盖重重地磕在水泥台阶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哎呦，我的嗓子啊，像吞了刀片一样！快给我水！李耀祖趴在我背上，发出破风箱一样的嘶吼。水？喝什么水？老王说你这是急性肠胃炎引起的食道黏膜损伤，不能喝水。奶奶一把打掉李耀祖伸向水杯的手。凌晨2点的社区诊所里，灯光昏暗。老王是个连行医资格证都不知道有没有的半吊子村医。他戴着老花镜，看了看李耀祖吐出的酸水，又听奶奶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今晚吃了大量油炸食品和喝酒的情况。哎呀，老太太，你孙子这就是典型的急性肠胃炎并发轻微胃出血。老王信誓旦旦地开着药方，加上吃得太油腻，胆汁反流烧伤了食道，所以觉得嗓子疼。我给你们开点奥美拉唑保护胃黏膜，再挂2瓶生理盐水消消炎，回去饿2顿就好了。我在角落里站着，低着头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神医啊，真是神医！百草枯这种剧毒，硬生生被他诊断成了急性肠胃炎。奶奶一听不用去大医院花大钱，立刻喜笑颜开。我就说嘛，老王你医术高明，那赶紧给挂水吧。李耀祖躺在破旧的病床上，脸色惨白，呼吸粗重，透明的生理盐水顺着塑料管流进他的血管。百草枯是全身性毒素，主要攻击肺部，这点生理盐水连给百草枯塞牙缝都不够。王娇娇和奶奶也因为腹泻严重，各自挂上了1瓶盐水。整个诊所里只剩下点滴滴答的声音。奶奶盯着吊瓶，突然转过头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你个倒霉催的，站在这当死人啊！老王，这3瓶水多少钱？奶奶转头问。一共260。老王头也不抬。奶奶心疼得直抽抽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，要不是你做的饭不干净，我们能遭这罪？这医药费必须从你工资里扣，赶紧去付钱。我抬起头，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好，我出。我拿出手机，扫码付了钱，就当是给你们买纸钱的定金了。挂完水回到家，已经是凌晨4点，折腾了一宿，奶奶和王娇娇都虚脱了，倒在床上就睡了过去。李耀祖却怎么也睡不着，他躺在沙发上，双手死死抓着胸口的衣服，像一条离开水的鱼一样，张大嘴巴拼命呼吸。百草枯的毒性开始向肺部蔓延了，肺部纤维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，就像把肺泡变成了石头，让人清醒地感受着窒息的绝望。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胸口剧烈起伏。妈，娇娇，他试图呼喊，但嗓子里只能发出嘶哑的摩擦声。我站在杂物间的门缝后，冷冷地注视着他在沙发上挣扎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李耀祖终于受不了了，他连滚带爬地冲进主卧，把奶奶从床上拽了起来。妈，我喘不上气了，那油是不是有问题？李耀祖死死抓着胸口的衣服，眼球突出地盯着奶奶。瞎说什么？那可是我亲自去粮油店打的纯正大豆油。奶奶心虚地拔高了音量，眼神却四处乱飘。她一把推开李耀祖的手，试图掩盖自己的慌乱。你就是挂水挂少了，明天再去老王那里挂2瓶就好了。大清早的叫魂啊！李耀祖根本听不进去，肺部传来的窒息感和食道被腐蚀的剧痛，让他原本就不多的理智彻底崩盘。他猛地推开奶奶，跌跌撞撞地冲向厨房。砰的一声，厨房的垃圾桶被他一脚踢翻，里面的烂菜叶和塑料袋散落一地。李耀祖像条疯狗一样在垃圾堆里翻找，终于他抓出了那个装油的空塑料瓶。瓶子外面虽然被水冲洗过，但瓶口螺纹处还残留着一丝诡异的墨绿色液体。标签被撕掉了一半，但剩下的那半截上赫然印着一个红色的骷髅头标志，旁边写着3个模糊的小字：除草剂。这是什么？李耀祖拿着瓶子的手剧烈颤抖，他把瓶口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，那股被红烧肉掩盖的刺鼻的农药味此刻清晰无比地钻进他的大脑。百草枯，这是百草枯的瓶子。李耀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整个人崩溃地瘫倒在厨房门口。老太婆，你从哪弄来的这个瓶子？他双眼猩红，像要吃人一样死死盯着刚从卧室里追出来的奶奶。奶奶看到那个瓶子，腿一软，直接跌坐在地上。他支支吾吾，冷汗顺着满是褶皱的脸颊流下来。我看废品站那个瓶子挺干净的，不要钱就拿去打油了。我都洗过了，我用洗洁精洗了3遍呢。奶奶还在试图狡辩。刚刚被吵醒的王娇娇扶着门框走出来，听到百草枯3个字，直接两眼一翻，直挺挺地晕了过去。扑通一声，重重地砸在地板上。娇娇，我的大孙子啊！奶奶尖叫着扑过去，全家彻底乱套了。李耀祖疯了一样从地上爬起来，猛地扑向奶奶，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。你个老不死的东西，为了省2毛钱的塑料袋，你要害死我们全家啊！他把奶奶按在地上，疯狂地扇着巴掌。我打死你个老钱婆，你赔我的命！奶奶拼命挣扎，脸上被挠出好几道血印子。在这种生死关头，她刻薄自私的本性再次暴露无遗。她一把推开李耀祖，指着一直站在角落里冷眼旁观的我。是这个小贱人，他做饭的时候肯定闻出来了，他故意不告诉我们，他想毒死我们好独吞房子。奶奶指着我，声嘶力竭的尖叫。奶奶，您这话可就冤枉我了。我站在安全距离外，冷冷地看着他们狗咬狗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。我双手抱胸，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。
油是您亲自去打的，拿进厨房的时候您还当宝贝一样护着，我连碰一下都要挨骂。我说这油有怪味，您是怎么骂我的？您说我没见识，说我变着法子找借口不想做饭。我往前走了一步，逼视着地上狼狈不堪的奶奶。我做饭的时候，您全程在外面盯着，嫌我倒的油多。我怎么敢说您的油有问题呢？再说了，吃饭的时候是哥死死掐着我的胳膊，逼着我吃下去的。我怎么敢违抗你们的命令呢？我字字诛心，将他们昨晚的嚣张跋扈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。奶奶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张着嘴像条缺氧的老狗。李耀祖终于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，他不再管奶奶，连滚带爬地扑到我脚边，死死抱住我的腿。招娣，妹妹，救救哥，快打120，哥不想死啊！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之前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。我嫌恶地抽回腿，拨通了120。半个小时后，救护车呼啸而至，将这3个濒死的人拉进了市中心医院的急诊科。急诊科医生一闻他们身上的味道，再看李耀祖那已经开始发紫的面色和急促的呼吸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百草枯中毒，立刻抽血化验，准备洗胃。医生大吼着，护士们推着平车飞奔。半个小时后，化验结果出来了。医生拿着单子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。你是家属？我点点头。准备后事吧。医生叹了口气，血液里的百草枯浓度超过致死量几十倍，而且你们送来的太晚了，已经错过了最佳洗胃时间，毒素已经完全吸收，肺部纤维化不可逆转，神仙难救。医生的话像一道惊雷，劈在刚从昏迷中醒来的奶奶头上。医生，你胡说，我孙子壮得像头牛，怎么可能没救？你肯定是想骗我们的钱。奶奶冲上去死死抓住医生的白大褂。医生冷着脸推开他，这里是医院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病人现在需要转入重症监护室进行血液灌流，虽然不能救命，但能减轻一点痛苦。重症监护室一天要1万多，先去交10万块钱的抢救押金吧。10万，这个数字精准地踩中了奶奶的死穴。她愣在原地，眼珠子疯狂转动。突然，她猛地转头看向我，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李招娣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你的钱全拿出来，就你哥啊！你难道想眼睁睁看着他死吗？奶奶跪在地上，死死抱住我的腿。我没钱啊，奶奶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眼神没有一丝温度，仿佛在看一具尸体。我用力把腿从她枯瘦的爪子里抽出来。我的钱不是都要留着给我哥付新房的尾款吗？这可是您昨晚亲口说的。再说了，医生都说了没救了，您不是最心疼钱吗？10万块钱砸进去连个响都听不到，您舍得？奶奶愣住了，她张了张嘴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是啊，在她的逻辑里，钱永远比命重要，更何况是一个注定要死的命。你个畜生，你不得好死！他只能发出无能狂怒的咒骂，瘫坐在抢救室门外的冰冷地板上。另一边，王娇娇也醒了，医生遗憾地告诉她，因为中毒加上剧烈摔倒，她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保不住了，而且她自己也摄入了大量的毒素，虽然比李耀祖少，但也活不了几天了。得知这个消息的王娇娇彻底疯了，她拔掉手背上的针头，披头散发地冲出病房，一眼看到了坐在地上的奶奶。老钱婆，你赔我的命，赔我儿子的命！王娇娇像个发疯的母狮子一样扑了上去，骑在奶奶身上，双手死死掐住她的脖子。要不是你抠门捡破烂，我怎么会死？你个老不死的，我拉着你一起下地狱！奶奶拼命挣扎，两人在走廊里扭打成一团，抓头发、挠脸，场面极其难看。护士们赶紧上前拉架，走廊里乱作一团。我没有理会外面的闹剧，转身走进了重症监护室。李耀祖躺在病床上，身上插满了管子，他的食道已经被强酸彻底烧穿，连吞咽口水都成了奢望。他的肺部正在迅速纤维化，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吸入碎玻璃渣。他清醒地感受着自己慢慢憋死的过程。听到脚步声，他艰难地转动眼球，看向我。那双曾经充满暴力和鄙夷的眼睛里，此刻只剩下极度的恐惧和绝望。他看到了门外打成一团的婆媳，眼中充满了怨毒。我走到他的床头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我拿出手机，点开了录像功能，将镜头对准了他那张扭曲的脸。哥，这种喘不上气、五脏六腑都在被硫酸腐蚀的滋味，好受吗？我凑近他，声音轻得像一阵风，却字字如刀。李耀祖的眼瞳猛地放大，他死死盯着我，喉咙里发出咯咯的怪响。上一世，你掐着我的脖子，把毒油灌进我嘴里的时候，想过自己也会有今天吗？我凑到他耳边，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。你，李耀祖双眼圆睁，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眼眶。他惊恐地看着我，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。他终于明白了，我不是没闻出农药味，我是故意的。我带着前世的记忆，亲手设下这个局，把他们一步步送进了地狱。别激动，哥，你现在肺泡都快变成石头了，越激动，死得越快。我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然后站直了身体，关掉了手机的录像。接下来的3天是他们最痛苦的3天。百草枯给了他们充足的后悔时间，却没有给他们一丝活命的机会。奶奶因为年纪大，加上被王娇娇打得不轻，最先撑不住。她在极度的恐惧、内疚和对金钱的不舍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死的时候，眼睛睁得老大，死不瞑目。王娇娇在经历了流产的大出血后，器官迅速衰竭，在病床上哀嚎了2天2夜，也痛苦地死去了。李耀祖是最后一个死的。他年轻，身体底子好，这反而成了他最恶毒的诅咒。他清醒地熬过了漫长的3天。
清醒地看着自己的肺彻底失去功能，清醒地感受着活活憋死的极致痛苦。最后一天，他甚至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能像一条死鱼一样躺在床上，绝望地盯着天花板，直到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。我站在病房外，看着医生盖上白布，没有掉一滴眼泪。我冷漠地签了字，拒绝了所有的抢救和昂贵的葬礼。我买最便宜的骨灰盒，把他们3个随便找了个偏僻的公墓埋了。处理完这一切，我回到了那个所谓的新房。我联系了中介，以低于市场价10万的价格，将这套还没捂热的房子迅速脱手。拿着卖房的钱，我换了新的手机号，注销了所有的社交账号。我拖着行李箱站在机场的航站楼前，阳光刺眼，空气清新。我深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，感觉压在胸口2辈子的巨石终于粉碎。上一世的仇我报了，这一世我要为自己而活。师傅，去机场。我坐上出租车，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，深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。